来吧，新玩具魔方再版的探长，这一回其实是 G1 玩具的配色，我们可以看到编号写着 B31A。盒子外包装，其实我一直觉得探长的这个风徽啊，是所有魔方产品里边画的最漂亮的。纸品方面，标配的说明书、人物卡、信用卡的材质。来看玩具的实物。G1 玩具的配色会比动画配色要深一些，这回墨绿色的感觉比上一次原来的那个 G1 玩具配色好像要深了一些啊。橡胶的轮胎圈，银色的涂装还不错啊，效果挺好的。但是滚动起来这个轴就显得有一些紧了，推车并不是太好。后边的这个机炮，银色的涂装也是可以翘起来左右旋转。包括备胎这里也是橡胶的轮圈，驾驶室里边有小方向盘的刻画，最大的区别是这一回的探长用了这种茶色的玻璃，同时车窗也可以像真实载具那个样子，这样折叠放平下来。其他的地方涂装也是跟之前的玩具配色那个分色处理状况差不多的，还挺好看的啊。这么搭配起来，我觉得这个茶色玻璃的颜色会比原先的那种感觉要质感更好一点吧。哎，其实我总有一种错觉啊，总想把这个探长跟这样插到混天豹的腿上去，但是它这边没有接口啊，组合不了。好，我们开始变形，先把这个机炮摘掉。左右这里先把下方的这条棍子打开，双关节中间这里和腰部有一个小的插扣位置。然后车门上方这里的一个燕尾锁翘起边来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解锁开腰部和手中间连接的两个卡点，把棍子拉下来，上下各变各的。我们一层一层的来，腰部这里腾开方向盘，腰部旋转180度，左右打开腿部连接的地方。上边的这一块盖子拉起来，中间这里有一个卡插得挺紧的，在侧面这里把这个卡的地方打开，然后座位往后压旋转，同时顶开这半个，再180度翻折过来，这样形成它的大脚板。其中的一条后边有个备胎，我们可以把这备胎旋转一下。当然，你如果不喜欢的话，这里边其实是个活动的滑扣，你把它滑出来即可。但是玩具配色嘛，无所谓，安在这个地方反而就对了。接着左右打开这个地方的盖子，根部这里注意啊，这块盖子下方有一个滑道，把它拉出来，解锁开这个燕尾的滑动方向，这里拉直，然后再把这一块的燕尾顺着膝盖侧面的位置扣眼锁上，哎，这就贴合起来，把这块面板锁住。同时把这个后轮还有这一块棍子直接夹进去，外侧这里还有一个卡的地方。脚踝双关节形变，哎，一条腿基本上就变完了。记得膝盖这里啊，双关节这个跟混天豹的那个成员都差不多啊，双关节要搓一下。好，一个喇叭裤大脚板就做好了，各个方向来看也都包裹得很不错啊。其实这就说起来啊，巫师特别擅长玩腿的这种概念，但是我觉得探长的这个腿部变形解决难度刚刚好嘛，并没有显得很复杂，非常方便的几步就直接变形完了，挺巧妙的一个设计。但是巧妙简单还解决了实质性的问题，这里一定要拉到底啊，把这个燕尾锁对准了，扣到位滑进去，这块改下来。好，双关节搓，膝盖调一下。下半盘我们现在就处理好了。上边的变形，先把轮子90度下拉，拆开里边卡着的地方，然后这两条胳膊90度先折叠出来，顺着这里边有个棍子往外掰，掰过来以后，上方这里还有一个卡点，在棍子的根部和车顶这一块锁住，脑袋顺着这里边顶一下，炸开的面板180度翻折过来贴合，再盖回去，脑袋就掐到位了。
然后看里边这一块的变形啊，先把这两边最边缘的头折叠180度对折起来，然后再左右各自的卷到这个 V 字形的时候啊，往下压，把里边的空间再往中间对一下，腾出来了中间的一个缝隙，轮子旋转180度，插进去，跟这样插进去，里边还有锁，把它结合到位。哇，又是这种空间极度紧张的情况下，又把每个零件贴合到严丝合缝，利用起来是真的紧凑啊，但是处理完的效果隐藏度会很好。接着车窗顺着脑袋后边这里的这一段轴往下折叠，胸就不会显得那么长了。哎，好的，胳膊扭到正确的角度，打开，把小拳头翻出来，也就是尼龙料子跟这么筋折腾啊，驾驭得了它的这个结构，让它敢这么设计，这么去分件。最后一步收纳腰，这里边一个大 Z 字，翻下来的时候注意3个卡位，竖着的这个，横着的这2个，跟凹槽这里结合。肩炮卡回去，这个机炮可以插在手上当成另外的一根武器啊，反正记忆玩具的探长就是这么设定的。另外的一个小枪带这个全息投影的特效，也这回变成了这种茶色的透明零件，跟车窗的透明零件是一样的配色。好的，说话间很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，这款探长就完成了。其实说起来啊，探长整个的变形步骤是要比爵士简单好多的，但处理完的效果2个形态也都不错。尤其探长的这个腿部啊，我觉得非常合理，而且变完了以后还是能感觉出来的喇叭裤弧线的造型，大脚板。另外就是你看这一块这么大的一个特效件插在胳膊上，关节的支撑稳定性竟然还不错吧。另外就是这回的透明零件换成了这种深茶色，在车型状态下做成挡风玻璃的效果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做这个特效件，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有点不太对劲儿了？还有一个关键点啊，之前在原色动画配色的时候啊，人们就觉得这个面部特别的肉。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没有上漆面的关系吧。玩具配色的脸上整个是用银漆点缀出来，然后眼睛用了蓝色的金属漆，这回就会显得界限更加的分明，锐度这些地方也可以很明显的展示出来，脸就很不错了。总的来说吧，魔方的探长其实我觉得各方面处理的效果都挺不错的，但是这款最大的问题啊，其实我觉得是涂装素。做 G1 玩具配色，身上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把颜色调过来的话，没有那些仿贴纸的细节涂装，其实还是挺可惜的。好在是现在我看西方太岁做了很多这种相关产品的细节转印贴纸，那个加上以后效果就好看很多了。所以一个 G1 玩具的配色这样素不拉几的，其实挺可惜的啊。喜欢的朋友们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用那个贴纸自己点缀一下，那样效果就会更棒了。得嘞，这款魔方再版的G1玩具配色的探长就是这样了。